大家好，我是帅弟，我们又见面了。相信看过《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的朋友们都记得电影开头的这个画面。Hello, my name's Forrest Gump. Do 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1.5 million of these. My mom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如果没有看过电影原片的朋友们，我强烈建议你们看一遍电影。当然，我们本期视频我将带大家走进《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的主要拍摄地，位于美国乔治亚州的萨瓦纳市，带大家一块看一看电影开头那一幕拍摄的地点。现在我们第一站来到的是萨瓦纳市的市民广场这边，每到周六周天早上这边都会有早市，我们现在先去早市这边看看。这边的当地居民就很悠闲，周六早上在这边弹吉他。像我今天来萨瓦纳市也算是故地重游了，记得大概是7、8年前吧，是我第一次来萨瓦纳市，当时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就是比较好的。萨瓦纳它位于乔治亚州的东南部，濒临大西洋，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以优雅的南方风情、历史建筑和浓厚的文化氛围而闻名。今天是一个悠闲的周六早上，可以看到许多居民朋友们就在这边摆摊。放在国内大概就是早市的样子，然后这边还有一家店在卖兔肉，应该是这家农场主自己养自己卖的。我作为游客来到这个农贸市场，真的是被它这种宁静的氛围感所带入。这边远处看过去还有许多人在绿色的草坪上面踢足球，感觉生活是非常的悠闲和安逸。大家好，我帅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美国乔治亚州萨瓦纳市啊，现在在这个市民广场这块，今天是周六，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有许多人在这边摆摊，后面还有许多人在运动，反正周六的早晨，这个城市是非常的悠闲。萨瓦纳市它成立于1733年，是乔治亚州最早的城市，它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期间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为城市在内战中几乎没有遭到破坏，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大量的19世纪、18世纪的建筑。萨瓦纳市以广场城市著称，整个城市有20多个绿树成荫的公共广场，而最著名的就是拍摄《阿甘正传》的电影取景地奇帕瓦广场。第一站我们已经参观完了市民广场，现在我们来到了市政厅市中心这块。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金色圆顶的建筑就是萨瓦纳的市政厅，它位于市中心历史区，靠近河街一带。市政厅建造于1904年到1905年，已经算是个老古董了。而我个人认为，整个城市最出众的一点就是整个城市布满了西班牙苔藓覆盖的橡树，让整个街道充满了美国南方的风情。像这种气氛悠闲浪漫，是典型的美国南方慢生活的代表。这边路边有许多商业区，人们就悠闲地坐在这边喝着咖啡。整个城市的建筑也是属于这种有一些古董的感觉。现在我们走累了，去旁边的星巴克咖啡买杯咖啡，然后我们就继续上路。不过说实话，整个城市的景点还是比较紧凑的。城市必去的景点分为了历史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古城核心，然后还有福赛斯公园，这里有着标志性的喷泉与大片的绿地。还有河街，这边是靠近海岸，我们等会儿也会去。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整个萨瓦纳市最著名的广场奇珀瓦广场，这里是《阿甘正传》的电影取景地。前面给大家放的视频，阿甘坐在长椅上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当然他的这个长椅是电影拍摄需求额外加过去的，不过他后面的这个广场背景倒没有变。大家好，我帅弟，我现在在美国乔治亚州的萨瓦纳市啊。这个城市可能许多人比较陌生，但是看过《阿甘正传》的朋友们都知道，电影中有一幕就是在这个城市我现在所在这个小公园拍摄的。如果大家看了电影就知道，之前《阿甘正传》是坐在这个椅子这块，然后他自己搭了一个这个长椅，然后阿甘在这说出了一个人生名言：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取景地这块走一走，感受一下当年这部经典电影。可能有许多朋友们不了解这部电影，《阿甘正传》是一部1994年的经典电影，通过一个看似简单却充满智慧的男人一生，串联起了美国几十年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主人公他的名字就叫做阿甘，他的智商不高，但是心地却非常的善良，他坚持不懈，用最单纯的方式面对复杂的世界。
主要就是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用坚持和善良活出了不平凡人生的故事。这部电影我说实话也是看过大概5、6遍，非常的经典，强烈建议大家看一看。现在坐在这个阿甘正传的这个小公园里面，是非常的惬意啊，周围人也是非常的悠闲，尤其是今天是个周六，感觉所有人都懒洋洋的，整个小镇非常建议来这参观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公园只是整个城市里面20多个公园之一，像整个城市里面有这种类似的公园，大大小小的20多个，所以城市的布局也是比较特殊，让人震撼的。眼前这2棵大橡树有一种在游戏《荒野大镖客》里面看到了这种美国南方小镇的风情。萨瓦纳是作为一个旅游城市，这边还有许多旅游观光车。城市也拥有知名的萨瓦纳艺术与设计学院，所以让整个城市艺术氛围感更加的浓厚，像街头的画廊呀、设计展览呀都可以随处可见。参观完了刚刚的2个景点，我们现在来到了河街这边。河街是萨瓦纳最热闹也最有历史氛围的地标之一，它是沿着萨瓦纳河展开，由旧仓库改造而成的，既复古又充满活力。在这里我们能看到19世纪棉花仓库改建而成的红砖建筑，还能看到保留原始的石板路，走起来有种这种复古颠簸的感觉，也能看到大型货轮经过，感受港口城市的历史。当然这边还有许多的餐厅，像这里是美国南方美食的汇聚地，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经典的南方美食，比如说虾和粗玉米粥、海鲜拼盘、炸鸡和烧烤等。不过这个城市也有个闹鬼传说，据说萨瓦纳是被美国人认为最闹鬼的城市之一。河街也有许多历史的故事和夜间的幽灵之旅等。每逢节假日，河街这边还会举办一些音乐节、烟花表演，还有节庆集市等。除此之外，河街这块还有许多手工艺术品店，专门卖一些南方的特色装饰呀、艺术品呀，还有一些糖果店、纪念品店和服饰店。如果说前面我们去的2个景点是体验当地居民亲近的地方，那么河街这块绝对是整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走在街上，我们可以听到旁边人吵杂的说话声，能听到小贩或者是卖艺人在这边大声喊叫、表演音乐的声音。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听到巨型邮轮进港时拉号角的声音。像我今天的运气就不错，刚走到这个港口这边就能看到一个可能很重的，我也不知道多少吨的吨位，但是这个邮轮真的是非常的大，应该是我人生中见过最大的邮轮了。看到邮轮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想去这个河边坐船玩的感觉，所以我就立马在河边港口这边买了一个船票，我们一块儿出去看看这个海豚。这边的小姐姐刚刚给我买完票，我们就听她的指挥准备上船。像这边的这个乘船看海豚的票，一位是$30，我们就在这边等着，然后到时间了我们就直接上这个船。本来我想买一个这种巨型游轮上去体验一下的，但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到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赶时间，所以就没时间再去花时间在这个城市了。我们现在船启动了，从河面上看整个城市也是一番不同的风景。海上的风很大，清风徐来，但是也有一点冷。大家好，我是弟，现在我们坐船出海去看海豚，正在出发。一路上开船的导游小姐姐还会介绍我们路上看到的一些历史古迹，像现在这个就是曾经的一个碉堡吧，上面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加农炮之类的。我们船现在所在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乔治亚州和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交界点，河对岸就是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了。船开了20来分钟吧，我们马上就到可以看到海豚的地方了。船上的乘客也都已经迫不及待了。不过说实话，这个海豚是真的难抓拍呀，所以没办法给大家很好的拍一拍海豚。我们在船上除了不停的张望之外，还会听其他的游客还有导游给我们指，看到左边有我们就会立马跑到左边去看有没有海豚。不过感觉海豚露出来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看了半天可能也没看到几只。不过据说在美国自己非法捕海豚是违法的，是要进监狱的。而且这边是个湿地吧，好像还有许多保护类的鸟类，所以凡是在这边打猎的都是要犯法的。反正感觉看了半天就图一乐吧，现在准备回程了。船上也会播放着这种轻松愉快的音乐，整个这个海豚之旅看下来，感觉收获还是挺大的。导游还给我们看了他自己捡的这个化石吗还是什么的，我也忘记了。
现在我们就启程返航。这边的话也有许多大型的游轮经常在这边通过。远处的金顶建筑就是我们前面参观的市政大厅，远处吊桥下边就是它的海港。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巨大的货轮就是在这边卸货的，或者是中转。反正我个人是非常推荐来萨瓦纳市旅游的，这是一个充满了美国南方风情的小镇。如果大家时间充裕一点的话，建议在这里住一个晚上，玩个2天1夜比较好。如果时间比较紧的话，像我的话就玩了个白天就回去了，晚上的话也没有什么体验。听说晚上这边还有什么酒吧呀，夜生活也是比较丰富的。现在我们坐的船已经开回了前面步行走过的海港这里，这边是一个圣诞小集市吧，许多人就在这边买一些小礼品，为圣诞节做准备。下次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故地重游，但是这座城市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